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一套位于卡马拉区域超级海景的别墅，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米蕾。今天介绍的这套别墅呢，是位于卡马拉百万富豪路上的一个社区 Samsara 里面。Samsara 这个社区的位置得天独厚，它是占据了一个深入海底的小半岛。整个社区呢，建于2001年，规划了14套别墅。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套别墅社区里面的第5号别墅。这套别墅呢，位于整个海角的中间拐角处，所以它的海景看出去啊更丰富、更广角，既能看到巴东的夜景，又能看到安达曼海的无边海景。这套房子占地1006平方，2层，4个卧室，带大家从头参观一下。这套别墅呢是5号别墅，正好位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拐角处，所以这条门前的路还是比较宽敞的，同时它的车库呢也是能够容纳2台车的一个距离。现在呢带大家穿过这个有水景设计的石板路呢，拐过一个弯就来到了整个别墅的门前。这个社区的别墅呢，设计师、建筑师呢是苏格兰的建筑师，所以整个社区的房子有标志性的就这种尖顶的建筑外观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的是门厅，还是依次带大家来看一下。进来门厅的这个地方的格局呢，其实这个社区有几套都是类似的，左边是这个客用卫生间啊，右手边储藏间。然后呢，再往下来3节台阶是整个的一个欢迎厅的这样一个位置。那么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别墅的格局，它共有2层啊，下面是客厅、餐厅层。现在呢，我们下楼带大家来看一下，从欢迎门厅旋转楼梯下来呢，这一层呢就是主要的生活区域，客厅、餐厅、厨房。那么这一套别墅呢，刚刚进行完翻新，所以我们进门的第一眼看到非常的新，到处非常的新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来到了整个别墅的客厅区域。其实这个社区的建筑风格特点就是在这个客厅里啊，就非常的鲜明。你看一些这种高高的挑高尖顶，以及3面落地玻璃窗带来这种通透感。因为这个别墅我们讲过，它的位置位于海角上，它的海景非常好，所以在这个客厅呢，同时也能够欣赏到环绕270度的无敌海景。所以整个客厅算是这个别墅的一个亮点。除了这个通透的设计，我们可以看到地下的绞线地板还有屋顶啊，这些呢保养的非常好，刚刚进行过翻新，所以这个状态呢几乎不需要进行翻新。那整个客厅的这个布局啊、家具也是都是比较新的一个状态。我们看一下整个客厅，除了通透的落地玻璃窗，环绕了一圈这种玻璃栏杆的海景露台。我们简单的看一下，来到这个海景露台上，能够看到这套别墅所看出去的海景是不一样的。这边呢是巴东海景，这边呢是一望无际的安达曼的海的海景，所以这个海景的更丰富。到了夜晚的时候，这边漆黑一片的时候，还能看到城市灯光，所以我们说5号别墅的海景比较丰富。那么整个客厅这一侧呢，还连接了一个环绕一圈的这个庭院嘛，这边呢有户外的烧烤区域，户外的这个操作台都有。客厅参观完，我们继续带大家继续往下走。过来客厅这儿有个楼梯是通往楼下一层的。那么这套别墅呢，它这一层没有卧室，这一层呢卧室全部在楼下一层，这一层只有公共的区域。我们带大家来看，这边又有一个客用卫生间。继续往前走，这个地方就是整个别墅的厨房。其实 Samsara 社区的房子也给大家拍过几套了，里面的这个新旧程度不一，因为它始建于2001年的，大部分都20多年了。那这一套我们看过，就是它明显的比较新一些，可以通过这个厨房的这些橱柜啊、冰箱啊、这些灶台啊，就是比较新的这样一个状态，完全开放式的一个
西厨一字排开，大理石台面的岛台，这一边呢还有这个吧台、吧凳，所以呢这个比较新的、功能齐全的开放式西厨。其厨房往这边走呢就是餐厅。其实它这个功能上的这个区分，就放了餐桌，然后有了这种装饰的吊灯。那么这个整个的餐厅厨房区域呢，同样非常好的，也是可全部打开的折叠推拉移门，也是能够看到非常好的海景，所以这套房子真是无敌的海景。那么整个的这个餐厅参观完后面这里它是不一样的一个布局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这个房间呢。现在的业主把它打造成了一个办公室或者是多功能的娱乐室，整个的背景墙有置物架，放了很多的艺术装饰品，这里还有这个座椅。那这个房间呢，其实可以是改造成卧室的，因为这边呢它会有配套的卫生间。我们想让大家看的是这套房子有两个特殊的功能，既有桑拿房，还有汗蒸房，就在这个位置。室内的这个跟卫生间相连的是室内的这个桑拿房，还有3门户外的汗蒸房，所以这个房子特殊的一个功能房间。那这样的话，第一层的室内我们参观完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回到餐厅，通过餐厅的门，咱们到室外来看一下。从餐厅出来，这里正面的就是整个庭院的泳池，整个庭院的泳池非常的长，无边泳池。你看，从这里看出去，泳池跟大海相连。这个庭院的这个海景真的是环绕式270度的海景，所以这个社区里面，我们就觉得5号别墅占据了半岛的一个拐角处，海景真的是更广、更开阔、更丰富。那么整个庭院呢，除了无边泳池，还有休闲的区域，在泳池的一侧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凉亭。这个凉亭是不是跟我们看到其他别墅不一样？这个凉亭呢，台阶上来之后，它虽然是有泰式的尖顶，但是它从这个柱子这一方面，它是完全这个改造了一下，然后整个的空间呢更加的通透，更加的开放，所以坐到这里。不仅景色非常好，风四面八方的来，所以非常的凉爽。那这个凉亭，我是觉得在这种泰式别墅里面设计的最好的、最实用的一个。在这个凉亭的一圈呢，它有完全换上了这种现代的这种玻璃栏杆。玻璃栏杆的好处就是对海景毫无遮挡。这个凉亭我们认为也是这个别墅的一大亮点。从这个凉亭呢，我们还往下看出去，这个别墅虽然占地1006平方，其实它实际上更大，因为它有半山坡，还能再往下走，走到快到海边的地方，所以从这里看出去，海景、庭院景观非常的好。那这一层参观完，咱们再回到室内，带大家看楼下一层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楼下这一层。这个社区的房子我们拍过几套，但是我们觉得今天这个5号别墅底下这个脚踩的木地板保养的非常好，没有磨损，没有开裂的现象，所以这个状态非常好。那么下来这一层呢，格局这个比较简单了，除了下楼梯这个地方有个小休闲区域，咱们往前走，这样一字排开，共有4间卧室，所以这套别墅目前是有4间卧室。咱们按照顺序从尽头来开始带大家来参观。这个头上的这个房间呢是需要上一个台阶的。这间卧室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主卧，因为这间卧室的面积非常的大，景色也特别好。我们进来可以看一下，其实房间的格局呢，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。我们看每个房子都有自己的特点，比如说这个房子随处可见的地板、床、家具细节都比较新，不需要我们再进行翻新。你看双人这个软包大床，直对前面的海景。我们再看这个墙背后，这里呢就是整个的衣帽柜，这一些的状态也是非常好。这一侧，整个卧室的右边这一侧有推拉门打开，环绕式的露台，前面有露台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相连的卫生间，那是这个卫生间呢，就是比较开放式的，完全没有门，完全开放式的现代风格的这种玻璃的洗手台、淋浴间这一些。那么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它出来看到的景色，打开这个
折叠的推拉门。我们说这个房子 L 型环绕了1圈半的观景露台，所以来到这个露台上，我们能够看到它看出去的景色，巴东的景色，一望无际的安达曼海的景色，所以它是非常丰富的。在这里呢，就放了观景的一些休闲座椅。好，那这间卧室参观完，景色非常好的一间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参观完第一间卧室下来之后，我们来看到这间房间呢，介绍一下这间房间，它就不是卧室了，因为楼上泳池的原因，它的层高比较矮，所以错层式设计了一个休闲娱乐房，有休闲沙发可以做成影音室。可以看电影，可以看书，可以放一些娱乐设施，所以这是一个多功能房间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这个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一扇门是通哪呢？下面有台阶，是通庭院的。整个庭院是山坡式下行，一个小海角的一个小夹角，所以它这套房子的庭院非常的大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另外一侧，这一侧的房间呢就是比较简单，左手边的2个客房，然后共用右手边这一个卫生间，这2个房间呢就非常简单了，家具也比较简单，空间也是非常方正的布置。那前面就是面朝大海的地方，有阳台相通。第2间也完全一样，这一间我们进来看一下，也是完全一样，只是床呢放了单人床，布局一样，海景一样，阳台相连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到最后一间，这一间呢，我们也称为主卧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称为双主卧。这一间呢，我把它并为主卧里面，因为这一间呢，景色也非常好，面积也非常大。你看进来之后，右手边这边推拉门打开是它的一个卫浴空间，洗手台、淋浴间这边配置还都非常好，并且呢也是经过翻新过的。卫生间2侧嵌入式的衣帽柜都有。那这里前面就是双人床，床前面休闲榻，然后休闲沙发。那这一个呢，望出去的海景也非常的好，它是这个自带自己的观景露台，也是面积比较大、海景比较好的一个。楼下的4个卧室呢，就带大家参观完了。Samsara 这个社区呢，简单的再给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个社区呢，它是建于2001年泰国开发商，然后他提出了豪宅定制理念，业主跟开发商买下了土地，然后再跟建筑商签订合同建造别墅。那这个社区的建筑师呢，是来自苏格兰的建筑师，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社区设计风格非常的好，个人认为也是仅次于雅木豪宅的这种大气的设计。那今天看的这个5号的这套别墅，我们说一下它的这个布局格局呢，跟社区里面其他有一些类似的地方，但是这一套呢也有它独特的地方。独特的第一是整个房子刚刚进行过了全面的翻新，所以家具状态、屋顶、地板都比较新，不需要再进行翻新了。第2个，5号的这个地块位置的特殊性，占据了夹角的拐角处，看出去的海景更广、更丰富。到了夜晚的时候，别的地方漆黑一片，它还能看到城市的灯火。那第3个，这套别墅的价格呢，美国业主报价是600万美金。这个价格是目前是在这个社区里还算是比较便宜的一套，所以呢，这一套如果有喜欢的朋友，可以尽快的跟我们来联系。这期视频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